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inda 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一个新的话题。这个系列的一个题目呢，叫财富自由不是梦。那么这个题目的一个由来呢，最主要是我们前几天Linda 老师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朋友说现在的人都在追求财富自由和时间自由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追求财富自由呢？于是呢，很多人就开始进行投资。那么包含呢，我们说房产投资、股票投资、外汇投资，甚至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加密货币的投资，对吧？但是这一些呢，投资的话，我们说起来很容易，或者说呢，我们说财富自由不是梦很容易，但是呢，也需要我们踏实的、不懈的去努力。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讲的这个主题呢，叫泡沫经济，揭秘股票的本质。说到股票市场呢，大家也都不陌生。那么呢，我们也有一个投资定律，也就是说在市场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把人呢分成18%的投资者、20%投资者和70%的投资者。那么18%的投资者呢是赢钱的，20%的投资者呢是不输不赢，70%的投资者呢是输钱的，对吧？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投资定律呢，叫2080法则。那么这个法则呢，是说20%的人赚钱，80%的人亏钱，对吧？这个法则呢，不仅应用到我们说股票市场，而且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。也就是说，20%的人掌握着80%的财富，80%的人呢，掌握着20%的财富。那么我们就有一句话了，我们怎么样成为这20%的人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知道在股票市场有2条路，第一条路呢叫长期投资，让上市公司给你赚钱。那么什么叫长期投资让上市公司给你赚钱呢？那比方说我们说一个案例，我们就拿 DBS 来说。那么 DBS 呢，现在我们是29块多，我们算30块钱，对吧？那么在我们说20年前，它的成本呢只有1块钱，那么我们这样来看呢，它是翻了30倍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在想DBS 拿股息，对吧？30年间或者我们说20年间，不仅翻了30倍，我们股息拿到了多少呢？最近几年呢，我们也都知道 DBS 一年拿4次股息，对吧？那么1次的股息以前都是300块，也就是说代表你一年你拿1只这个 DBS 股票1张你就能拿到1200，对吧？当然呢，今年可能少了一点点，但是呢，这个股息呢，你想想20年我们能拿到多少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你基本上从我们20年前，如果你买进了 DBS， 到现在你的翻的倍数肯定不止30倍，可能会超过50倍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呢，就是说明叫长期投资，上市公司帮你赚钱，因为你并没有做任何事情虽然你是股东，你有去帮他们进行决策吗？没有，对吧？这个呢就属于上市公司在帮我们赚钱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好长期投资呢？有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股，其实说长期投资的真正的买卖点并不太重要。比方说我们刚才举到的案例 DBS， 我1块钱买进，或者我1块1买进，1块2买进，甚至我2块钱买进，和现在我们讲的这个 DBS 30块钱，那么它的差距大吗？可能当时买的时候你觉得我1块钱买还有2块钱买差了很多，但是对长期来讲，买卖点真的是不算特别重要，关键在于选股。那么选股怎么样去选呢？一会儿呢 Linda 老师会给大家讲一下股票的一个它的一个本质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揭秘股票的一个本质。那么说到第一点以后，我们讲第二点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在股票的二级市场中转让股票获得差价。虽然呢，我们很多可能听 Linda 老师视频的这些小伙伴们你们也在做股票，甚至我们做了10年、20年了，
但是你听说过二级市场这个词吗？当然一些专业投资者肯定比较了解啊，但是我们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做了可能10年20年，还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操作的属于二级市场。那么二级市场是不产生财富的，也就是说有人赚钱就肯定有人亏钱，那么有人亏呢也肯定有人赚。但是我们想一下啊，不管你赚钱还是亏钱，你都需要交 commission。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市场当中20%的人赚钱，80%人亏钱呢？因为你赚钱了你要交 commission， 亏钱了要不要交啊？也要交。而且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二级市场当中，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也提到了一个词啊，叫庄家。那你说有些股票就没有庄家吗？哪有一只股票没有庄家的呀？对了，没有一只股票没有股东，没有大的投资者来做的，因为任何股票肯定你看上市之前都有股东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散户操控的是二级市场，而那些股东持有都是在一级市场当中已经把筹码给拿到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，在二级市场当中，刚才我们讲的叫不产生财富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在二级市场当中赚钱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刚才我们讲长期投资选股，那么在二级市场当中，就是说我们做短期要不要选股呢？对了，选股也很重要，但是另外一个也很重要，也就是买卖点。因为我们最主要赚的是什么呀？赚的是差价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低价位买，高价位卖。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二级市场它不产生财富，那我怎么样它就能赚了呢？或者说我赚的谁的钱呢？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啊，我们赚不到庄家的钱，我们也赚不到国家的钱，我们赚的是其他散户的钱。只要你买的股票比别人买的好就可以。那么什么叫买的好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引出来了股票的一个本质。那么股票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对吧？ Linda 老师把股票呢说成它的本质是商品。大家想啊，你能不能接受股票的本质是商品？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买这个股票，但是并不知道股票是个什么。买进了，在交易平台上点了一下，然后买进了，然后呢再点一下卖出去就赚钱了。那么这个股票应该说是一个凭证，对吧？我们说是一个这个资产的一个凭证，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商品。只要是商品它就有供求关系。大家想啊，如果我们去超市买一个东西，尤其啊像最近我们疫情很厉害，对吧？像前几天的话我们又进行不管是网络上去抢货呀，还是说去超市买东西，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这个蔬菜都涨价了呢？对吧？为什么涨价呀？因为买的人多，对吗？买的人多，这个菜就涨价了。如果一旦当我们都回到公司当中上班的时候，你看你就立马发现那个菜又降价了，对吗？因为买的人少了。所以说你说啊，我们理解为就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买菜啊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你想想股票是不是这样呢？股票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买的人多了，这个股票就会上涨，卖的人多了，股票就会降价。所以说呀，在股票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有资金。我们说在股票当中赚钱，你就得有钱呀，对吧？我要想，比方说我要买苹果这只股票，我要赚钱，苹果这只股票里肯定得有钱吧？或者说我们买到新加坡的一个股票，买到生松，我要在生松股票里赚钱，那总得生松这个股票里有钱吧，对吧？要有大的资金来炒作它吧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，对吧？因为有大的资金买进来，买的多的，那股票的价格自然就会上涨。那么我们说完这个本质啊，
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很好理解的。那么其中也得出了一个最关键的点，也就是股票投资最根本的，它就是什么呀？商品。所以你要想商品涨价，一定要有大资金来炒作，好吧？我们就记住这一点就 OK 了。那么说到这里以后，我们又想，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散户来买股票呢？或者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投资呢？说为了赚钱，对不对？对的，为了赚钱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有这个其他赚钱的方式。为什么我们进入股票了呢？因为啊，我们想赚快钱，赚大钱，我们实现财富自由。实现财富自由以后呢，我们就能实现时间自由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很多时候啊，股票呀叫吹起来的泡沫是又大又漂亮的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我们就叫这个泡沫经济。但是啊，泡沫吹起来是又大又漂亮，但是泡沫破灭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离场呢？对吧？比方说，我们看一下，泡沫破灭之前，我们为什么都出不来呢？这个呢，是去年我们2月份一个暴跌，对吧？那么包括我们在今年2月份美股暴跌，对吧？我们最近呢，新加坡市场也下跌。那么在这个下跌之前，您出来了吗？能出来的，我们就是比较厉害的啊，或者说有可能，当然你是运气，你有这个灵感，对吧？但是也有一些是什么呀？可能是真的。这个是属于专业投资者。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股市当中真的实现财富自由，那么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让自己从这个投机者变成一个专业的投资者，一个持续获利的投资者。光在牛市当中赚钱不算本事，因为牛市当中的钱，凭你运气赚的钱，最后都会凭实力输掉的。这句话大家接受吧？凭运气赚的钱，最后都会凭实力输回去。比方说，今年在春节之前，很多人跟 Linda 老师说，老师，我的账户里盈利是5位数。但是我们现在你会发现，很多人现在账户里可能亏损达到5位数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在泡沫破灭之前出来呢？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使自己不变成输家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赢面是最大的，也就是说赚钱概率。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商品。那么我们就要有大的资金。那么我们怎么样看大的资金呢？今天呢 Linda 老师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指标，经常听 Linda 老师讲课的大家应该知道啊，这个呢指标叫六彩神龙。这个黄色呢它代表的是浮动筹码，我们也叫游资，用英文呢我们叫 hot money， 对吧？或者呢我们说这属于 speculator。绿色呢我们代表什么呀？代表散户，也叫 retail investor。然后红色我们代表什么呢？红色代表的是大的庄家，也就是 institution， 或者我们很多说叫 big boy， 或者我们说叫 banker， 对吧？这个呢就是大的推动股价上涨的。这条紫色线呢就是庄家的10日平均成本线。所以说紫色线如果我们经常说的在红柱里边，说明庄家在增多，那么股票一般都是以上涨为主的。那么我们讲到了股票当中呢有这3种资金，那么哪个资金最重要呢？对了，庄家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也都知道啊，刚才我们讲到有钱我们才能赚到钱，对吧？来给大家看个例子啊，首先第一个，你看啊，如果这个市场当中没有庄家，只有散户的话，大家看啊，这个股票呢是 Sembcorp Marine， 我们都知道这只股票在我们说3年前或者说5年前吧，这个股票还5块钱呢，对吧？我相信很多老股民都知道 Sembcorp Marine 是曾经我们很多
这个投资者特别喜欢的股票，而今年它已经跌到多少了？跌到了1毛了，对吧？最近呢，虽然有一个这个上涨，但是现在也就2毛钱，从5块钱跌到了2毛钱。那么我们说，可能很多人说，可能是它基本面不好，对吧？因为公司亏钱呀。但是这个时候你从资金上你看啊来看，它的最本质你要去看是什么呀？散户为主，所以市场是无力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看啊，如果黄色资金特别多呢，股价是以横摆震荡为主的。横摆震荡为主，这是黄色资金，也就是说 hot money 特别多的话，他们都是以快进快出为主，所以这个时候股价是什么呀？资金买进来了，我就涨上去了，资金卖出去了，我就跌下去了，这就是热钱比较多的话，行情都是以横摆震荡为主。那么一旦资金这个大的庄家为主的话，大家看啊，这个股票呢是我们最近的一个钢铁股，你看啊，庄家在75%以上，那么这个股票呢也是一路上涨。虽然我们最近的行情呢是以下跌为主，对吧？全球的股市都以下跌为主，但是你看这个股票，我们不说一枝独秀吧，我们至少属于强者恒强，对吧？这就是有资金的话，市场就属于比较强劲的。那么市场的变化也是不定的啊，所以说能够抓住主力的一个行动轨迹，就可以清楚的看清市场。我们在市场当中不要去猜测，因为市场的变化都是有一定规律的。第一，掉的很多了，就一定代表有机会吗？大家想啊。第二个，涨得很多了，就会是高位吗？第三个，横摆的股票在低的位置就一定会涨吗？在高位就一定会掉吗？对吧？来，我们看个案例。看啊，这个是 Tiger 这个股票，我相信大家也很理解。下跌，那你说我跌到50%的时候，算不算下跌呢？算不算低位呢？如果我从10块钱跌到5块钱，不算低位吗？对吧？下的多了就一定会上涨吗？你看啊，跌到50%以后还会下跌，跌到80%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散户占据着主要的一个地位。然后你看啊，我们上涨的多了，这个股票就一定会掉吗？你看从200块钱起来，我到了400块钱的时候，那已经翻了1倍了，是不是很高了？那我就要卖掉吗？结果它从400又涨到了900块，对吗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可以看到下边庄家是很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你看啊，在低位震荡当中，你看啊，在低位震荡，你看下跌跌下来，在低的位置了吧？横摆震荡就一定上涨吗？那你看啊，跌破横摆震荡，继续下跌。所以说我们说，刚才我们说不要去预测，而且最后琳达老师还要提醒大家，股票呀，你要记住啊，股票尤其从资金上来考虑的话，大的庄家其实反映了什么呀？反映了一个基本面，基本面好的股票，庄家能不进场吗？如果这个股票是亏钱的，庄家怎么可能进场呢？对吧？所以说呀，只要跟着庄家去走，我们就属于在不亏钱的前提下操作，那么我们离财富自由的路也就更近了一步。好吧，感谢您的收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您喜欢琳达老师的讲解，你可以分享给你的股友，然后呢点赞分享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